满人间，绝尘踏月风度翩翩，一眨眼只剩下一缕云烟，留不住，来不及思念。我问我自由何家？天地大，是海我家。知清楚，若为轻易付出代价，月亮我也能扛下。无所谓天下无敌，生兵器铜枪铁，毕业有空隙，把酒问月，还有谁能舍身取义？飞檐彩蝶为我双翼，看谁占心桥归命。连名利比无耻，颠覆了真理，行侠仗义，揭露所有轨迹，一响起为我留下不朽传奇。二哥，贤弟，你近来还好吗？好，好啊！你不知道，明珠她明珠她怎么了？病了，这孩子病了，病得很重啊。二哥，其实年轻人得一场病算不了什么，说不定病好了反而吃得更多些。你不知道啊，这孩子得的是一种怪病啊。哦，怪病。他躺在床上，滴水未进，粒米未沾，不吃不喝的，已经将近1个月了。不要说你我，就是17、18岁的青壮男子，也熬不住这样的折磨呀。更何况她一个谦谦女子。病因查出来了吗？我已经请遍了江南的各路名医来为她诊病，都找不出她的病因来。甚至有的名家就是把了脉，连方子都不肯开。若不是张简斋先生的一粒续命丹，恐怕他现在已经……二哥，您说的张简斋先生，可是江湖人称一指定生死的神医名侠张简斋？正是。若张老先生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如果张老先生肯出手，这天底下没有什么病是治不好的。你不知道啊，张简斋先生原来也是不肯开方子的，只不过张先生，张开嘴。张，这儿吗？吞下去。
随我来。怎么，珠儿她？难道她已经？小姐，小姐她……珠儿，二哥，老朽就是怕左二爷急痛攻心，也发生意外，所以先让他服下了1粒护心丹，才敢将此事告诉他。想不到还是左二爷连受劳苦，老朽怕他内外交攻，有什么不测。幸好香帅以内力护住了他的心脉，否则老朽果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！珠儿，珠儿啊，我的珠儿啊！灯呢？为什么不点灯？为什么事到如今还不让我看看我的宝贝女儿一眼？明珠，明珠，老天爷可怜我，老天爷有眼，我的明珠没有死，我的明珠又活过来了。明珠，你怎么了？明珠，你不要害怕，这是你的家，我是你的爹爹呀，明珠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明珠，明珠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我是你的爹爹呀。你是谁？你需要胡言乱语，我不认识你。你，这孩子，明珠，你受到惊吓了吗？明珠，谁是你的孩子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把我来这儿？快放我回去！你疯了吗？你疯了吗？我没有疯，你才疯了！你们快放我回去！快放我回去！快放我回去！放我回去！二哥，我看你还是先不要那么激动，让我先把他稳定下来再说吧。快放我回去！放我回去！姑娘，你大病痊愈，无论你是什么人，都不应该这样大吵大闹的。如果你的病情再复发，只会让大家更伤心。很好，
这样才是好姑娘。我问你，你是否认得我是谁？这间屋子里的人，你都不认得吗？那么，你可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叫施一，我是施家庄的施大姑娘。难道你是金公夫人的女儿？一点也不错。你既然认识我娘，就赶紧放我回去，免得惹麻烦上身。你看看这丫头，简直是认贼作母啊！放肆！你知道我娘是谁，还敢在这胡说八道？这丫头又病了，她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先生，你要能把她的病治好，我把我的家产分一半给你都可以啊！张老先生，依你看，看他的病情，仿佛是离魂症。但只有受过大惊骇、大刺激的人才会得此症啊！老夫行医50年，从来没见过。谁得了离魂症？我看你才得了离魂症，满嘴胡说八道。我奉劝你们，赶紧放我走！敢绑架本小姐，真是自不量力！你再看看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是谁？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，看什么看？这是谁？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。照在镜子里的自然是你自己，你连自己都不认识了吗？事发突然，我想小姐需要休息，请二爷借一步说话。他没病，她没病，她没病怎么会这个样子？虽然他没病，我却希望他有病反而好一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病比有病还要可怕得多。比有病还要可怕得多。你们想啊，他失去知觉已经1个月了，而且水米未沾，就算痊愈，体力恢复也绝不会这么快。况且刚才他明明已经心脉俱断，还魂无数了。老夫以50年的信誉作保，诊断绝不会有误。张老先生的医术，天下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既然如此，老夫要请教相帅了。一个人明明已经死了，怎么会又突然活过来呢？相帅见多识广，可曾见过这等怪事？在下非但未曾见过，就连听也未曾听过。这桩怪事又该如何解释呢？那么张老先生对这件事又如何解释呢？以老夫来看，这件事只有一个解释：借尸还魂。借尸还魂？正是。张建斋呀，张建斋，我以为你能说出什么高论呢，原来说来说去竟是这种荒诞不经的结论。哎呀，就你这种名义的高论，我实在是不敢领教。请。既是如此，老夫就告辞了。哎，张老先生，且慢。事出突然，
大家应该分外镇定，切切不可意气用事。难道你也相信这种鬼话？二哥，无论如何，大家应该先冷静下来，让我再去问一问他，问问清楚再说。哎，姑娘的心情，我不但很了解，而且很同情。无论谁遇到这样的状况，都会觉得非常的难受。我只希望姑娘相信我，我们绝对没有伤害姑娘的意思，更不是我们将姑娘绑到这儿来的。不是你们绑我来的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姑娘何不妨先冷静下来，想一想是如何到这里来的。我脑子很乱，记不清楚了。我只记得我病了很久，而且病得很重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你到底还是想起来了，你确实病了很久。1个月以来，你一直躺在那张床上，都没有下地呀。我是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，但绝对不是这张床。那不是这张床是哪张床啊？当然是我自己家里，我自己的房间。姑娘是否记得你自己的房间是什么样子的？那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，我当然记得。我那间房跟这间差不多大，我的床就放在那边。床头旁边有一个紫檀木的妆台，妆台旁边有一个花架，上面还有一炉香。那么妆台上摆了些什么呢？也没什么特别的，都是一些惯用的香脂和香油，是让人专门从北京城的宝香斋买来的。但是我的房间里绝对没有花，因为我一闻到花粉，我的皮肤就会发疹，而且我的窗户都挂着很厚的紫绒窗帘，因为我不喜欢阳光。小红，这盆菊花怎么还不换呀？这不是前天刚换的吗？可使不得，我们家小姐最爱的就是菊花，3天一定得换。哦，知道了。难道它真的不是明珠？可是，在屋里闷了1个多月之后，我突然很想见到阳光，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叫人将屋里的窗帘全都打开。姑娘，那么今天早上的窗帘是什么人帮你打开的呢？是梁妈，也就是我的奶娘，照顾我已经很多年了。因为家母一向很忙，平时很少跟我们在一起。金宫夫人的大名，在下实在是仰慕很久了。哼，唉。今天早上的事情，我还记得很清楚。可是现在天都已经黑了，难道我又躺了那么久吗？哦，那么今天早上的事情，姑娘还记得些什么？我记得今天早上的阳光很美，我心里很高兴，就想到园子里去散散心。
姑娘能走动。其实我也连站都站不起来了，但是梁妈不想服我的心意，还是将我扶起来，替我穿上了衣服。就是姑娘房间里这套衣服？绝不是，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套衣服，是梁妈亲手为我做的，布料都是从京城里托人带回来的织锦缎，红底子，绣着银色的凤凰。后来姑娘是否还曾出去逛逛？没有，因为家母正巧回来了，还带来了一位名医。哦，那是这位先生吗？不是这位先生。那是谁？因为家母说，江南的名医全都被至悲山庄抢走了，所以我的病才一直都不好。家母特地从北方请来了王宇轩先生，也就是那位和南方张简斋齐名的王老先生，人称北王南张。哎，是南张北王，不是北王南张。哎，莫非你就是那位张简斋？嗯，这里是至悲山庄。后来，那王先生可曾说什么？王先生没有说什么，他把过我的脉之后就出去了。家母替我盖好被，叫我好好休息，切勿胡思乱想。那么，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的病忽然好了，我就穿着那身衣服，从窗户飞了出去。我飞到园子里，看到园子里好多人，可是他们看不见我，也听不见我说话。我心里正感到奇怪，忽然听到梁妈大叫一声，放声大哭了起来。所有的人都跑到了我的屋子里。那么你自己呢？是否也回去了？本来我也想回屋子里去看看的，可是一阵风吹来，我竟身不由己，被吹过了墙。后来怎么了？真奇怪，后来的事情竟然一点都想不起来了。我已经把我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们了，你们到底想对我怎么样？好，刚才我已经跟姑娘说过，我们对姑娘并没有恶意。要是没有恶意，为什么还不放我回去？只是姑娘的身体才刚刚恢复，需要再休养一段时间。等到……我不需要休养，我要回家。你们谁敢拦我，我就跟谁拼命！别住！别住！来人，拦住他！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，用这两句话来形容香帅，这是再恰当不过了。哼。
方才明珠所使用的武功，不知张老先生看出来是哪一种武功了吗？可是小鹰爪功。没错，张老先生果然好眼力，正是小鹰爪功，而且还夹带着72路分筋错骨手，功力还不错。可是据老夫所知，这江湖中能用这种功夫的女子并不多呀，只有……我也知道小鹰爪功是花金宫那个老怪物的传家本事，可是珠儿明明是我的女儿，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呀。令爱昔日难道也练过这种功夫？哎呦，那老怪物把我恨之入骨，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女儿跟他接触呢？不，珠儿肯定没有机会练这种功夫啊。那如今的这件事情，该如何解释呢？庄主此刻的心情，老夫也并非不知道，只不过这世上本有一些不可思议、无法解释的事。现在这种事既已发生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我相信这种荒唐事啊？难道你真的认为这是借尸还魂？二哥，张老先生的意思是希望二哥先冷静下来，大家再想办法解决这件事。香帅说的不错，人力并非不能胜天。哎呀，我的心现在全乱了，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这件事情的确是不可思议。明珠为什么会使用花金宫的传家功夫呢？实在找不到原因解释。但是我们还是先搞清楚，明珠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？花金宫的女儿是否真的死了？哎呀，你们明明知道花金宫是我那死对头老怪物的亲家，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到石家庄亲自问他呢？小莲兄弟，我们去喝酒，你出来！小莲兄弟，你出来，我们去喝酒啊！小莲。左青红，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，你每次一喝完就跑到我这来撒泼，你以为这是哪儿啊？这是石家庄，不是酒馆。我只跟我的兄弟笑莲说话。兄弟？你跟谁是兄弟啊？谁是你兄弟啊？你为我们家笑莲做过什么？喝两口猫尿，你才想起你有这个兄弟啊？哼！我的兄弟笑莲自从娶了你，我们兄弟1年多没见面了。你简直就是一个母老虎！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好，左青侯，你不仅数了我，还辱骂我！上，把这个酒鬼给我打出去！出去！谁敢动？谁动？别怪我手下不留情！站着干什么？打呀！左青侯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我找我的兄弟笑莲。好啊，你敬酒不吃，吃罚酒哈！什么酒？你别打！你个没有用的东西！你别人欺负你老婆，你管不管？我管。笑莲，人家都说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像衣服。你总不会为了一件衣服断自己的手足是吧？这哪能啊！你个窝囊废！我辛辛苦苦为了这个家，我付出了那么多，那么大的宅院，那么多人我都要养活。要不是我，就凭你早就垮了。窝囊废！你这个泼妇，你不守妇道的泼妇，看我教训你！二哥，这不可！行了，进去，别理他。哼！
靠近我施家山庄半步，我就砸烂你的至卑山庄！哼！庄主虽去不得，但楚香帅却是去得都。可是楚香帅是我的好朋友，江湖上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他要是去了，准得让那个老家伙拿扫把给打出来不可。庄主莫要忘了，楚香帅的轻功可是绝妙天下，连神水宫他都来去自如，更何况小小的石家庄啊！小姐，你怎么能死啊？小姐，你怎么能扔下我孤老婆子啊？小姐。看来他真的是睡着了。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套衣服，是梁妈亲手为我做的，布料都是从京城里托人捎回来的织锦缎，红底子，绣着银色的凤凰。石英果然死了，他屋里面的陈设果真和左明珠说的一模一样。床的旁边有一个紫檀木的妆台，妆台旁边有一个画架，上面还有一炉香。都是一些惯用的香脂和香油，是让人专门从北京城里的宝香斋里买来的。你抢了我家小姐，还我家小姐！还我家小姐！莫要动！只要你全身上下，无论何处，
移动半寸，我就打烂你的头。你是谁？偷偷摸摸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老老实实说出来。但记着，我只要你嘴动。在下楚留香。楚留香？你若是楚留香，我就是水母音姬。其实我早已经知道你是谁，你休想瞒得过我。我不是楚留香，那么我是谁呢？你就是那个畜生，那个该死的小畜生。但我没想到你竟敢有胆子跑到这儿来。你知道婴儿是怎么死的吗？他就是死在你的手上，你害了他一辈子。你害死了他还不够，你想了干什么？你明明知道他许配给了薛大侠的二公子了，你居然还有胆子勾引他？你以为这些事我不知道？他胆子不小啊！原来这小子就是叶盛兰。叶盛兰？少奶奶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如何处置这小子吧。这种登徒子，整天勾引良家妇女，我看活埋了最好。活埋还不太便宜他了。哼哼，依我看，干脆点他的天灯。点天灯也行，不过我倒想看看。哎呀，他哪点比我们家二叔强啊？害得我们殷姑娘为他得了相思病。你小子站起来！果然是油头粉面的小白脸啊！难怪殷姑娘会被他迷住了。居然还敢冒充楚留香！依我看，做楚留香的儿子怕还小了些。无论是活埋还是点天灯，依我看，先把他制住再说。偷鸡摸狗的小小伎俩，当然不错了。就算我真的是叶盛兰，两位也用不着杀我吧？楚留香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他怎么会到这儿来啊？管他是不是楚留香，哼，反正他是跑不了了啊！你那宝贝二叔把咱们送回来，没吃夜宵也没吃点心，他怎么可能走呢？我算计着，一定是在亭子里等着呢。说得对，只要宝二叔在亭子里，是谁都走不了。哼！1261，1262，1263，1264，1265，1266，1277，1288，1299，13，14，15，16，17，18，19，20，21，22，23，24，25，26，27，28，29，30，31，32，33，34，35，36，37，38，39，40，41，42，43，44，45，46，47，48，49，50，51，52，53，54，55，56，57，58，59，60，61，62，63，64，65，66，67，68，69，70，71，72，73，74，75，76，77，78，79，80，81，82，83，84，85，86，87，88，89，90，91，92，93，94，95，96，97，98，99，100，101，102，103，104，105，106，107，108，109，110，111，112，113，114，115，116，117，118，119，120，121，122，123，124，125，126，127，128，129，130，131，132，133，134，135，136，137，138，139，140，141，142，143，144，145，146，147，148，149，150，151，152，153，154，155，156，157，158
1263、1264、1265。1265，这1260。
哎呀，这位大叔，你从哪儿来呀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呢？我，大叔？对啊。老人家您太客气了，大叔这2个字不敢当啊。叫我老人家？你眼神不太好，我才12岁，你叫我老人家，你要让我大哥听到了，非笑破肚皮不可。你才12岁？对呀，今天刚满12岁，一天不多，一天不少。那你大哥呢？我大哥，那好像比我大多了，应该比大叔还大几岁呢。那你大哥是谁呀？我大哥叫薛一人。在下黑须客，听说你最近风头挺盛，不少人称你为天下第一剑客，如此称呼让实践之人颜面何存？我专心习武，不想惹事，但是剑若出鞘，必饮血，望你三思。也不怕风大闪着你的舌头，如此狂妄，让我来试试你的斤两。你果然当得起仅仅一招。天捎来讯息的眼，低诉它不告耳边。你说记忆里不会失去的，是种淡淡花香味，停留在你鼻息，都变成了永远的瞬间，舍不得就要离去。看着渐渐消失的背影里，随着幸福也散去，万年的小浓里转不出想念的回忆，旧时光都回不去。你说记忆里不会失去的，是种淡淡花香味，停留在你鼻息，都变成了永远的瞬间，舍不得就要离去。看着渐渐消失的背影里，随着幸福也散去，蜿蜒的小浓里转不出想念的回忆，旧时光都会